警察发现了一具下体被点火的尸体，一看就是与强奸有关，却没想到死者竟性侵过10多个小男孩，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放过。随后，警察就来到了死者广坤家里，发现这里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明显他是在家里被爆头后，再被运送到海滩点火的，并且从全家福的照片上得知，广坤还有一个儿子叫永强。于是永强变成了第一嫌疑人，警察必须找到他。紧接着，他们就来到了永强的学校，不料竟从校长口中得知，永强只是广坤的养子，而且是刚转校过来的，目前还没正式报到，所以也不知他现在哪里。但谁知就在警察以为永强失踪之际，巡警突然传来消息，他们在广坤老家发现了他的车子。而等到俩人赶到现场后，果然发现后备箱有血迹，并且也找到了凶器手枪，说明广坤死后就是被自己的车运送出去的。这使得永强的嫌疑更大了。于是为了找到他，俩人又来到了永强原先的学校。不过校长却表示永强并没有失踪，而是正在教孩子们踢足球呢。就这样，警察终于找到了永强，而永强也立马明白了他们的来意，随后尽肯痛快就承认杀了广坤。这倒是警察没想到的。不过接着永强又解释，是广坤先动手打我的，然后又掏出枪说要杀了我，于是我就上前阻拦，结果却在争夺中误杀了他。随后我开车弃尸后就回家了。没想到这么容易就破案了。接着警察就把永强给逮捕了。然而回到派出所后，有人却感觉一切都太顺利了，他怀疑案情太单纯了。永强为什么要在广坤裆部放火？这明显涉及到了性犯罪，极有可能是广坤性侵过永强。于是为了查明真相，警察又来到了广坤的公司，却不料这家公司竟是国防承包商，主管早就提前准备好了广坤的所有物品，当然涉及机密的一样没给，因为广坤是导弹制导专家。结果这让警察很是不满，但主管却相当傲慢，他有底气不把警察放在眼里。而警察把那些资料看完后，果然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都被删掉了，剩下的对查案根本毫无帮助。一看主管就是在拿国防当挡箭牌，但这涉及到了命案，怎么看其中都好像另有隐情。于是接着警察就来找了新上任的检察官，要申请搜查令，而检察官也相当给力，啥也没说就给法官打去了电话，很顺利就拿到了搜查令。这下主管的脸色可一下子就变了，再也无法阻止合法的搜查了，否则警察就有权把他给抓了。而这么一查，竟还是啥都没有。广坤的指纹在数据库里什么信息也没有，可这反而就是最大的一点，因为没有线索证明这个人在进入公司前存在过，并且这次搜回了广坤的一本护照，是10年前在国外办理的。结果当地警方证明，广坤是他的假名，他其实是一名性侵犯，曾因性侵小男孩被定过罪。就这样，很快广坤的老底就被摸清了，他曾被逮捕过11次，有4次被定罪，还有5个假名，这些都是国外警方提供的。这说明国内有人删了广坤的档案，而能做到这一点只有联邦政府，而恰巧广坤的公司就为国防部服务，因此不难猜出是公司包庇了广坤。结果更细思极恐的是，这不就是联邦政府容许性侵儿童吗？大队长要个解释。于是警察拿着查到的资料来质问起了广坤主管，他们合理推测，因为广坤是制导专家，能够帮忙赢得战争，所以公司为了国家安全，就允许了恋童癖。哪知主管竟否认知道广坤的罪行，然后就强行送客了。殊不知警察只是猜到了冰山一角，还有更变态的呢。既然主管不承认，警察就又再次审问起了永强。开始永强交代了自己8岁时是如何被广坤收养的，而等到永强完全放松后，警察突然话锋一转，提到了广坤曾因性侵男童被定罪的事。不料永强竟称不知道，哪知警察却直接问出了他第一次性侵你是在什么时候。对此永强根本不承认，但警察依据经验，性侵儿童的人会一犯再犯的。永强当时还是个孩子，可永强仍是不承认。然而警察希望他坦白，这样就可以有理由判轻罪了。哪知永强却一下子暴怒了，以此来掩盖被戳穿的恐慌，他不敢承认。对此警察猜测永强是在害怕什么，也许广坤还有个共犯。然而这一切都未知，可案子还得继续推进。检察官决定起诉永强，结果急得警察连忙为他求情，理由是他被性侵了。但检察官也明言永强否认了，并且没有证据能驳斥他的说法，因此不能低调处理，这是预谋杀人案。结果整个警察很是不满，连大队长也表示了反对起诉。对此检察官不得不对俩人科普起了法律的公正。可在确认过大队长的眼神后，检察官决定还是退一步，只要能证明永强被性侵了，就起诉他轻罪，这是最后的让步了。然而都到了这种地步了，永强还是不承认，警察不得不又重申了广坤的罪过，以及保证永强的安全。可永强就是抵死不认，而且警察只是多劝了一句，他就立马不耐烦了，斩钉截铁要求去坐牢。而见到这种情况后，检察官再也不能姑息了，这是永强自己选择的，但正义感爆棚的警察不死心呐，于是又来找了永强的女友，希望能帮到他。不料女友不仅知道永强和养父关系不好，
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消息，就是永强突然和好朋友反目成仇了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就这样，警察又来找了永强的好友，男孩果然承认已经和永强决裂了，因为他是个怪人。而一听这话，警察立马来了兴趣。随后好友讲述，有一次和永强打完篮球后，就一起去了他家洗澡，不料正洗着呢，突然广坤闯进了浴室，而且他竟一丝不挂，还开始摸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就对我下手了。我吓得大喊救命，不料永强此时就在门口看着，却一言不发，因为他的见死不救。事后我就和永强反目了，然而警察还是怜悯永强的，立马解释他8岁时就被广坤性侵了，一直活在养父的阴影下，所以当时才不敢救你。而至此好友才明白永强的不容易，顿时心里的怨气烟消云散了。随后马上就开庭了，可永强仍是坚称是扭打期间手枪走火无意间击中的广坤，就是不承认是故意杀的。见状，检察官当即提到了好友的名字，结果永强当即变了脸色，心中立马充满了愧疚。接着检察官问是否见过广坤性侵他，不料永强竟否认了。于是检察官直接明言，你的好友会出庭作证广坤强奸了他，而且你亲眼目睹过，难道你想说他撒谎吗？这下永强可无言以对了，他本就愧对好友。紧接着检察官又重问了一遍，永强不得不承认了。 And you too. 既然已经开了头，永强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下去了，于是咬牙承认了。 Since I was 8. You shot him to stop him from molesting you. No! I hated it. But I was used to it. I shot him because he was bringing over his friend. 这可是万万没想到的，永强竟还被轮奸了。接着他坦白在老家的时候，广坤就经常带着另一个人回家，逼着我和他做一些事。 When we moved here, I thought it was over. Then I come home from school and he's there. I mean, we moved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him. Andrew was bad enough. Both of them, begged him. 结果肯定是广坤不同意，最后永强忍无可忍，把他杀了。见状，检察官赶紧问那人的姓名，不料永强却害怕的不敢说，即使检察官保证安全，他也不相信，因为那人权力太大了。永强曾经听他说起虐待死了一个小男孩，结果至今也没人采取行动，哪知这也震惊了检察官，赶紧追问那人名字。最后永强终于还是说了出来，那人竟就是广坤的嚣张主管。说完他就惨笑了起来，因为他知道自己透露了这个秘密，主管肯定会杀死自己的。然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早就看主管不顺眼的警探们，第一时间就冲到公司，很轻松的将正在春风得意的主管以性侵、击奸、人身攻击以及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罪给逮捕了。这下他再也伤害不到任何人了。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